大家好，欢迎收看 EK Radio。今天这一集我非常的兴奋，因为我邀请了一位大家应该会很意想不到的来宾，欢迎 Kimi。Hello， 大家好，你说一下你的全名。我现在叫何宇Kimi， 你要叫我何宇也可以叫 Kimi，OK？OK，我还是要适应一下。对，为什么你会突然间想到要改名？对，其实因为我想改名很久了，大概有2-3年有这个念头，但是因为我以前不改，是因为我那时候前经纪公司还有经纪人在嘛，那改名这件事情是需要透过讨论的。对，然后加上我也自己很纠结，我怕我改名了之后，我改名之前的所有作品就会不见，是大家会不认识你。对，但是因为后来你也知道，因为我去年到今年的这个转变有点大，就是不管是啦啦队还是经纪公司，然后我想说好，既然都全新了，那我就做了一件我自己很想做的事情，重新累积就好了。现在还年轻，对，而且其实一直以来支持你的朋友，他就会知道 ，OK， 从今天开始他就不再是张雅涵了，他就是何宇了，没错，他们就会记住。对，其实蛮羡慕的。真的你知道在香港改名很麻烦吗？怎么说？就是要先去律师楼，要写个什么，要弄那种改名的纸，然后再去换证件嘛。你们好像是一趟就可以全部换掉，对不对？你说身份证、健保卡吗？对。可是其实还有很多东西要换啊，银行对啊，我完全没有这个勇气耶。其实真的很麻烦。可是我跟你讲，如果你空1天的时间下来，你可以把全部跑完。所以是改本名吗？我跟你说，我本名也改了，可是我本名跟艺名又不一样。了解。所以我现在那个张雅涵已经完全不在我的世界里了。哇学到了。所以我现在本名是个秘密。对，我觉得这样挺好的，这样保持一点隐私对，当初就是想着要有一点隐私，所以改不一样。哇，我好佩服你的勇气。然后那你刚才也说你其实这一年的转变挺大的，这也是我为什么这么期待这一集的原因，因为我觉得很不容易，就是好像一次所有事情都堆在一起。真的。你为什么会突然间也换球队了，对不对？对，其实应该说我没有刻意想要换球队，都是一个契机跟缘分。是他们给的薪水很高吗？薪水另当别论的话，其实也没有就是落差很大啦。对，其实就是因为当初其实也跟乐天还有在谈，只是说因为乐天其实最上层就是日本人嘛，那他们其实做决定都比较慢一点，然后加上那一年他们上层换了很多管理层面的人，所以我觉得他们新的团队需要有很多时间去磨合，其实内部管理又比较乱一点，对，然后加上可能或许我跟他们谈的合约里面，他们也没有办法那么快给我决定，但刚好那时候就是有另外富邦的一个啦啦队，他其实只是随口问说，还是你想要来富邦？那我就想，好像也没有不行，他有列入我的考虑之内。对，那因为后面其实就是顺其自然跟乐天，因为时间紧迫嘛，就也没谈成，所以后面其实就跟富邦谈，就觉得还不错，我就觉得我可能也有我自己想要规划的方向，所以我就跳到富邦了。那你觉得你现在到新的球队之后，整体的氛围跟环境啊什么的，觉得有什么区别吗？我觉得他跟我前球队区别蛮大的，就是其实我当初跳到富邦，我其实是心里蛮犹豫的，因为一个人孤身到新的陌生的环境，你又要跟所有的女孩重新认识，而且你还要学所有的歌。你看我现在这个金鱼记忆，我是没有办法记这么多的。然后我去的时候，我也很害怕，说我跟大家格格不入，毕竟我是新来的。然后后来发现，其实我融入的蛮快的。我不确定是不是我前面有3年啦啦队的经验。我觉得其实有一点也是他们富邦的女孩，大家都很好相处。我就觉得，心里会觉得比较没那么孤单，其实也蛮温暖的。应援氛围不一样的话，就是其实他们的应援跟球迷的距离又更近了一点。怎么说？就是我觉得在富邦应援好像心里比较轻松一点。为什么？就是不是都差不多吗？因为乐天的话，就是其实他们比较注重你的应援有没有跳对，所以你要很专注在跳应援的当下。然后富邦比较是互动，对，但是也不是说应援要随便乱跳，就是至少你还是都是要会这样。那你有没有觉得，就是每个球队他可能球迷们的那个感觉也会不一样？就我是觉得啦，
会吗？会吗？我是有点好奇。因为我跟你讲，其实我跳队我自己很犹豫，是因为我觉得球迷都会有一种心态，就是讲难听一点，会觉得你背叛球队。我懂，我有看过很多新闻。对，其实怎么讲，我觉得也不能说是背叛，就是大家都同样是棒球圈，不要说你隶属一定是哪一队，就是其实我们还是都在为台湾加油啊。我自己的心态是这样子。本来就是有自己选择了，我觉得所有东西都可以选择，包括球迷们其实也是，哪天他突然间觉得哪个球员他很欣赏，他可能突然间就因为一个球员他也换，也不一定。没错，而且其实我就是如果真的讲实话，讲直接一点，你在一般的上班族职场上面，哪一家公司给你的待遇比较好，你本来就会去哪一家。没错啊。为什么我们今天变成公众人物的时候，我们就不能这样子选择？不要太为难。但是我并没有说富邦给我条件比较好，我只是打个比喻，我只是刚好有这个契机跳到富邦，并不是说谁给我待遇比较好我就去拿，只是我拿这个比喻，一般人一定说这样子选择嘛。球员都可以转队了，为什么啦啦队员不行？对，但是对啦，就是他们可能有他们自己的想法。对，我觉得他们有一下的那个心情跟情绪的变化是可以理解，但是过后希望大家还是理性的，然后多支持女孩本身会比较好。不会啊，其实我转到富邦，现在我虽然有看过批评我的，但是其实赞美我的多过于批评我的。所以其实我心里也没有那么多负担，就是我看过就算了。而且我知道好像富邦是有几位韩籍的啦啦队，对不对？韩国的。那你有觉得球队会特别偏心他们吗？其实我觉得也不是说偏心，就是因为本来现在就是大众的趋势，大家就是很喜欢韩国人来这边当啦啦队。那以另外一个方面想，为什么韩国人这么受欢迎？因为他们从别的地方过来啊。那台湾人是他们一直都看得到的，就会觉得哇，从韩国来的。觉得很特别这样子。对，那本来就现实一点，就是谁人气高，当然就是谁怎么样啊，对啊。希望这个新的球队也会可以给我们 Kimi 多一点机会吧。不会啦，应该是都还可以啦，就是只是竞争会比较大一点。但是我觉得女孩们大家都很 peace， 就是也都蛮互相帮忙的，就不会有那种女孩的小团体啊，或是那种私下斗争的感觉，都不会有。而且其实之前我以为你可能或许可能就会离开乐天，但是我以为你可能会跟林香啊，味全吗？对对对，芷玲啊，他们一起。那你觉得对，就是猜测的方向。那你觉得这个就是跳出这个公司，你是什么心情？什么心情哦？就是我本来一开始，因为你知道，结束这个经纪合约对我来说，我自己出来做也算是第一次。我这个人就是还算蛮勇敢的，就是我也觉得说，其实我好像也可以跳出到别的地方，然后做一些我没有尝试过的事情。就是因为我以前可能在前经纪公司都是经纪人在帮我规划我的一切啊，出作品啊，或者是在工作方面跟厂商对谈，这些其实都是我不知道的事情。那其实我也觉得我好像可以慢慢接触这个东西，然后慢慢了解这样。那你现在做起来，你觉得累吗？一个人做真的很累，因为你要做好艺人本身该做的表演以外，你还要去跟厂商接触。但我觉得有公司有公司的好，没公司有没公司的好。是啦，但是我问的很小心，就是当你离开了这个公司之后，你有没有觉得有一些你可能要对接的工作，可能对方会不会有一点觉得你不是之前那公司了？那我们要怎么谈？就可能会比较困难吗？其实有蛮多厂商都很意外，就是会想说，你现在是你自己跟我们谈嘛？因为其实很少会有艺人自己跟厂商对接，所以其实这件事情说真的有点小困扰我。所以我觉得你还是可以找一个小助理去帮你谈一些事情。对对对，我最近就是有个想法，想要请个助理。对，然后可能开始。如果他是完全没经验，我就是开始培养他接触这个演艺圈的一些工作接洽的部分，这样子变成自己是老板的概念了。对，可是我觉得自由很多。但是你会觉得，比如说在发歌啊、发作品这种方面会比较难吗？因为毕竟本来有公司去规划这些。我觉得比较难是一定有的。因为所有的想法都来自于你自己。
要花很多心力在里面，所以其实有时候会觉得我自己时间有点不太够用。没关系，慢慢来，你刚开始嘛。我也是这么想。对，但是那知道你也发过单曲，然后也开过演唱会嘛？那你是比较认同自己歌手身份，还是你会比较习惯自己啦啦队的身份？你会更喜欢哪一个方向？我觉得这两个不能一起比因为我其实小时候的梦想就是当歌手，因为我从小就很爱唱歌。我其实没有刻意往演艺圈这个方向发展。我以前本来想说，我一辈子只会做美发，因为你知道我是乡下小孩长大，对于当演艺人员、当明星对我来说是非常遥不可及的事情。所以到现在就是发了这么多单曲，然后又开过演唱会，我觉得已经有算达到我人生的一个里程碑。对。当然，如果有更多往唱歌的机会的话，我当然会很尽力的往这个方向走。但是啦啦队现在其实是我最主要的工作。那我觉得蛮好的，就是你不会说担心被定型，你就很接受，然后很习惯自己可能跳来跳去的这个。其实因为我觉得像我以前我是从外拍开始的嘛，然后就是外拍啊、直播啊、拍写真，到现在变成啦啦队，就是我觉得我一直在跳。然后像我之前也当过演员，台语剧就是我觉得我是不是那个什么台语的那个就戏说台湾啊？我有看过，真的就是很 local 的剧。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就是你的梦想是什么呢？我的梦，你是说现在还是？你看你喜欢说一个长期的目标，还是说我现在想到的？我这个人比较不梦幻一点，我比较往现实面看。我最想当一个歌手，然后大家知道的歌手。但是如果以现实面想，我可能会想去当演员。为什么？因为在我的认知里，我觉得要当一个会赚钱的歌手很难。我自认为我可能唱歌好听，但是我的声音没有到非常有特色。然后我觉得歌手的话最重要其实就是声音的特质，可是这种声音特质是你天生，不是你练得来的。那演员的话，就是我觉得它是一个比较长久性的工作，你演到老都可以。我学习很多我感觉他是一个疯狂自我分析的人对，我是一个超级理性的人。你的 MBTI 是 T 是吧？我好像是提倡者 INTJ 还是 T？J？但是你刚才说你其实之前很 I， 然后现在因为加入啦啦队之后，你就比较外向一点。但你会觉得这个就是因为以前你是一个不沟通的人嘛，那现在你开始跟人家沟通，你会怕自己会说错话或什么的吗？因为其实之前包括可能在炸裂的时候，也会有一些可能事情啦，然后也会有一些争议说，你很敢讲是，然后你会觉得就是被误会的时候，你会默默的就算了，还是说我干嘛要忍你，我就要怼回去这样？其实我觉得我讲话很直接这件事情是我一个优点，也是一个缺点。但是很多时候我觉得它是缺点，因为很容易会让别人误会。因为我有时候讲话比较直接，我的态度可能会让人家觉得我好像态度不好，可是其实我真的没有那个意思。我就只是直话直说，然后我也没有刻意想要得罪别人。可是我后来发现我的讲话方式就是会得罪别人。我其实当跟 Kimi 熟悉以后，我会发现他真的只是直接，可能因为他讲话也很坚定。对，可能就是会让人家觉得你态度怎么这样子。但其实他真的没有那个想法。对，我真的没那个意思，但我会对你直接代表我想要跟你直接就是心灵交流，然后跟你就是让你知道我的个性是这个样子。对。如果觉得今天我跟你客套了，那可能就是我想跟你保持距离。我个人的想法是这样子，但是其实我发现出社会后很多事情都不能这样子去讲。看情况，对，很多情况都不应该这么直接说话，所以这个也还是我自己还在修改的部分。但其实直接蛮好的，尤其现在的社会，我觉得现在的观众们也喜欢大家直接，只是说这世界上不可能所有人都会喜欢我们，所以你就找那个跟你磁场是对得上的人就好，频率对的人。对，那你说我会不会怼网友？其实我以前有怼过，而且我就是一个很呛的人。我偶尔会心里面在想，这个如果我怼回去，你就肯定气死了。然后算了，但是我想了就算了。我是以前啦，但我现在其实收敛很多。因为我觉得就像你说的，每个人就是
当我们是一个公众人物的时候，我们就小心一些些，要接受别人对你的看法，对对对，不一定所有人都喜欢你。所以我以前可能比较在意，那现在可能比较还好，因为我就会觉得说，反正我就做我自己，那有人喜欢我就有人讨厌我，我不需要去在意那些留言。因为每个人的经历，他们当下经历的事情其实都不一样，有可能刚好你说的话戳中他最近在经历的事情，所以他就会比较激动一点。没错，就像你说的，我在炸类里面其实反应是很两极的。就是有人觉得说我很没礼貌啊，讲话很直接什么的，但有些人就觉得说，我觉得他这样很好，很帮助这个团队，就是做事情效率比较快一点啊什么的这样。所以我觉得各有好坏啦。这个算不算是你第一个实境？这是我第一个实境节目，而且我跟你讲，因为我从来没有被骂这么惨过。好可怜哦！因为我在外，就是我比较少有，我是比较少有争论的人。对，这个实境节目是唯一一次让我觉得心理受伤。Oh my god！ 而且我当下其实低潮有一阵子，然后因为你也知道我跟林湘很好，他就是从一出道就一直被骂嘛，然后所以他其实心理承受的压力，我觉得比一般人都还要强很多。他就有发觉我非常在意一些网友的留言，他其实就有来安慰我什么的。而且我甚至就是还有看到他有在YT 的留言下面帮我说话，所以我觉得心里很感动，很温暖。我也是调试了一阵子之后，就是才让自己心里没有那么在意这件事情。对，这种时候很需要身边的人来支撑着。对，因为其实网友真的只是隔着个电脑，你根本不一定会见到他。对，但是身边的人的支持才是证明你这个人格人品的。就是你如果是那么糟糕的话，其实你身边的人也不会这样为你。对对对，因为其实我那时候最过不去的是，我觉得他们光凭这个剪接，但是这个剪接呈现出来的可能不是真正的我。就对给大家的看法，可能感觉我是一个很糟糕的人，然后因为这样子来评论我的人品，这是我最不能接受。对，我最不能接受，因为我觉得你不认识我，你又不了解我，你只透过这个节目短短几分钟，然后你跟我说，我这个人人品怎么样，很糟糕，我就觉得我很不能接受。怎么说呢？就是尽量就换一个想法，就是你接受有这样的人。他就是跟你不是一路人，虽然是很委屈啦，但是尽量不要去在意那么多的话，你自己会舒服很多。对，但是因为人都有第一次嘛，我已经有第一次被骂那么惨的经验，应该第二次心里就不会那么难受了。再来一个炸裂吧女孩2，希望不要有第二次啦。是不要有第二次被骂，还是不要第二次实境节目？不要有第二次被骂。其实如果有实境节目，我还是会参加。其实很好玩。那这边跟万哥还有 Amber 姐讲一下，可以再邀请我们哦。对，我们很期待。我其实觉得很好玩，说不定第二次实境别人会看到我的好啊。一定会啊！我们也有我们的实境节目在准备中啊。真的？对，我们在准备中。香港的吗？没有，我们自己的。我们自制的。对，自制的。到时候会想要邀请各方朋友来一起参与，欢迎邀请我。好啊。如果是这样就最好。然后，但是先说一下，就是你刚才不是说你现在自己去可能策划一些音乐上的事情会比较难吗？但比如说你之前可能有公司帮你策划的时候，你们会怎么去挑这些单曲呢？怎么挑哦？其实就是他们会先帮我规划我想要走的歌手的方向，然后跟比如说出一个小 EP 好了，3首歌，那这3首歌里面要有一首是什么样的形象，有一首是什么样的形象。就比如说我之前有出过一首叫做《海洋女孩》，比较否青春洋溢，就是比较符合我啦啦队的形象。然后可能就是也会规划说，有什么类型的歌比较合适唱商演。但是那你现在既然你已经知道他们会是这样策划，那你自己做起来其实应该也算轻松吧？就是你这样去想的话，我有个概念存在，可是因为很多时候有赞助的问题，有时候其实是公司在帮你规划，然后他可能可以帮你，他认识的人脉比较广一点，然后可能觉得说，这需要拉点赞助什么的，就是可能自己的成本就不需要出这么多。但如果今天是我自己一个人的话，我必须要出的钱就是全部。努力去交友吧。对，不过说到现在，我今年还会再开一场演唱会。真的哦？什么时候？在9月27号是一个拼盘演唱会。我之后会以流浪动物之家的代言人，然后出一首跟流浪动物之家有关的单曲，然后
做一个演唱会的形式，这样很棒耶！到时候大家记得去留意。然后，那你今年还有其他的出歌或者是其他什么发展的计划吗？其实下半年有规划想要出台语专辑。哇，我觉得还蛮适合的耶。因为其实有粉丝敲完我出台语歌，因为他们都知道我台语很溜，然后就觉得说，我跳啦啦队，然后会唱台语歌，会讲台语，是一个非常反差的形象。而且他们觉得说我唱台语比唱国语有感情。有可能哦，我觉得有可能。我觉得你自己，因为你刚才自己在讲说你自己的声线可能在歌手路上面没有办法走，可是台语搞不好会完全不一样。就是他们觉得我唱台语比较有感情。那你会想着会不会跟谁一起合作吗？可以找一点就是专门唱台语歌的，其实前辈们一起，可能会想要，就是因为我以前最一开始小时候听到的歌就是江蕙的歌。可以啊，这个许愿一下，看能不能以后跟姐姐有机会合作。对，就只是有这个想象。对，但是其实能够出台语专辑对我来说也算是一个新的挑战。那现在台语歌的收歌的进度到哪里了？其实才刚开始规划，因为目前比较重要的是那个拼盘演唱会，9月27号的流浪动物之家的，在红会广场。真的在喷吗？你之前不是吗？对，好，那希望大家可以演唱会。我也是今年，那我也顺便讲嘛。什么时候啊？我年底左右吧。也在哪里？也是在红会广场。没有，你如果后续有什么歌的需求的话，你可以跟我说。好，你开始在我一直都有在写歌，我大部分现在发的歌都是自己写的。哇塞，也有在为人家写，所以就是或许有机会。台语歌我是不会写了，但是很赞呢。其他的歌曲或许可以。好啊。其实你们以后可以合作国语加台语，或者是国语加粤语。哇哦！这样一直合唱的感觉，应该也会蛮多。有新的火花。我们可以积极去想一下。好，那接下来呢，就请大家继续支持 Kimi 和语的活动啦。你是不是那个脑袋先转很久？我其实没有，我是知道啦，只是说。我知道要改口，有一点对，你知道很好笑的是，我给他发讯息说想要邀请他来 EK Radio 的时候，我打死都没有说他中文名，我是只说 Kimi。可是，你以前应该也习惯叫我 Kimi 吧？没有啊，我之前叫雅涵。真的因为我很多朋友其实都叫我 Kimi，所以我改中文名字对他们来说没有差，他们还是叫我 Kimi。我自己啦，只是我自己的那个心理关口特别好笑。我发讯息给他之前都会还犹豫了一下，这样 Kimi。好，那请大家继续支持他，然后继续支持我的 EK Radio。你会说那个点赞什么的吗？会。好，那交给你了。大家要记得按赞、订阅、加关注、加留言。按赞、订阅、留言，点开小铃铛。拜拜，下次见喽。Holding on day on and on, yeah.